女孩为了有钱可以有多拼，她每天用望远镜偷窥对面大别墅的富豪，并仔细做着笔记，直到完全掌握男人的生活作息。这天，她把自己淋湿，故意装作与富豪偶遇，见少女面容姣好，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克里斯瞬间沦陷。正所谓郎有情，妾有意，两人借着红酒很快拉近了距离。克里斯很想一举拿下女孩，奈何凯西段位更高，玩起了欲擒故纵，转身走出超市。男人心痒的不行，却在门口发现了等车的凯西。女孩在雨中瑟瑟发抖，克里斯便主动送她回家。来到旅馆后，凯西迟迟不肯下车，说跟室友吵架了，她真不想回去。钢铁直男克里斯这才反应过来，急忙邀请女孩去豪宅共度春宵。凯西却婉拒了，说自己可不是随便的人。下车后听到室友大喊大叫，他犹豫着驻足不前。克里斯逮住机会，赶紧倒车回来。Offer still stands. 凯西欣然同意，很快来到觊觎已久的豪宅。闲聊之中得知，克里斯不仅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还靠着商业头脑大赚特赚了数不清的票子，已经实现财富自由。凯西听到这里喜笑颜开，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就连男人递来的红酒，想都没想，直接一口干完。接着脱去碍事的外套，露出魔鬼般的身材。她那精致的五官，独特的少女气息，让克里斯越来越痴迷。他试探着把手放到凯西腿上。Sure you want to go back there? What's the alternative? You can stay. 漫漫长夜，几度风流。等到克里斯醒来，女孩已经离去。他坐在窗前仔细回忆，显然是意犹未尽。晚上迫不及待赶到酒吧，凯西见到男人也是相当开心。下班后，两人一路闲聊，对彼此都很满意。克里斯正要拉着女孩重返乐园，却发现有个偷车贼，他当即让对方赶紧滚蛋。没想到小偷这么嚣张，不仅不跑，还色胆包天地调戏起凯西。女孩是暴脾气，抄起酒瓶就砸了过去。Kill you, bitch! Come on, stay back.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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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 两人在医院折腾半天，早上才返回豪宅。凯西很是抱歉，自己太冲动，才让克里斯受此大罪。他主动提出留下，照顾男人一段时间。克里斯求之不得。So you want to be my nurse? Why not? I can cook for you. Mm-hmm. And I'm willing to have sex with my patient. Oh, in that case, you're hired. 凯西回到旅馆取行李时，房东老头等待已久，催他赶紧交钱。如果没有，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代替。Ronald, if you evict us, you won't be able to spy on us in our bikinis anymore. 老头被怼得哑口无言，只能溜之大吉。凯西收拾行李，准备开启新的人生。室友却不同意，他早已发现凯西偷窥富豪的秘密，并以此为要挟。凯西不想功亏一篑，用特有的方式安慰室友。原来他男女通吃。凯西带着行李回到大别墅，跟克里斯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一天早上，老头又去催房租，见无人应答，便推门走了进去。听到浴室里的水声，还想着占便宜，却赫然发现了惊悚的一幕。与此同时，凯西正在大别墅洗澡，克里斯看见了窗边的行李，便好奇地打开，包里是他跟室友的合照，一不小心打翻，赶紧手忙脚乱地收拾。凯西听到动静，从浴室里走出来。Sorry, I was just dumb. Don't feel guilty. Hey, if I was in your place, I'd do the same. Nobody's who they say they are. 凯西扔掉身上的浴巾，让克里斯帮忙擦干。男人还能说啥呢？一场肉搏大战在所难免。等到克里斯醒来，发现他的手机不见了。在客厅瞎转悠时，一则新闻吸引了他的注意，上面播报的命案，受害人正是凯西的室友。克里斯很震惊。这时凯西回来了，他心情蛮好，大口吃着炸鸡。克里斯再也按耐不住，问凯西怎么回事。It's your roommate, Lisa. She died. Scott, you should probably contact the police. That would be stupid of me. Why? Because I'm the one who killed her. 没想到凯西摊牌了，之所以跟室友合住，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监视他。等到搞清楚克里斯的生活作息后，便有了之前的邂逅。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凯西精心策划的。Get the fuck out of my house! Look what I found. Get that back. Sorry, lover. Honeymoon's over. 克里斯醒来，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在轮椅上。凯西让他交出银行秘密，男人破口大骂，女孩上去就是一记无影脚。克里斯被踹倒在地，依旧不肯屈服。凯西转身拿出电钻，直接在他腿上做起实验。几番交锋后，
克里斯选择投降，凯西顺利拿到他的财产。贪婪之火一旦点燃，就无法熄灭。凯西知道克里斯还有上千万的债券，不将男人榨得一干二净，他是不会放弃的。为了让克里斯联系证券公司的人，凯西解开了他的一只手。男人没有坐以待毙，趁此机会抓住了女孩的脖子。凯西恼羞成怒，拿出手机播放克里斯家人的视频，并用女儿的性命威胁她。男人只能束手就擒，告知了全部。就当凯西胜券在握时，房东用望远镜发现了这一幕。一番头脑风暴，老头敏锐感知到泼天的财富正向他招手。等到凯西驱车离开，老头立即赶往别墅。他用石头砸破玻璃，钻进了房间。此时凯西收到警报，手机监控显示有外人闯入，他赶紧调转车头。房东没有第一时间报警，他本就是趁火打劫，直到克里斯许诺将一幅价值700万的画作送给他，老头才开始松绑。但凯西已经返回大别墅，他拿起水果刀想要反击。随着凯西的逼近，老头只能先跑为敬，但又无路可逃，很快被堵在了车库。凯西犹如猫捉老鼠，闲庭信步一般。老头哪里是恶魔的对手，几招就被打趴下。他还想要求饶，凯西不准备留下后患，一刀结果了老头。克里斯这边使劲挣脱了束缚，他骑着雪地摩托离开，却半道撞到石头，摔在马路上。司机将他拖进车里，克里斯赶紧报警，讲述着身上发生的一切。下一秒，他才发现司机竟将自己带回了豪宅。接电话的正是凯西，原来他们是一伙的。克里斯又被绑了回去，男人名叫尼克，是凯西的继父。两人依靠行骗和偷窃为生，为得到上千万的债券。尼克砍下了克里斯的手指，准备亲自去银行取出。这时，一辆小轿车驶进豪宅，原来是克里斯的前妻和女儿。杰米发现房间不对劲，想叫女儿回来，但为时已晚。Looky what I found. Yeah, put my daughter down, please. Come here, baby girl. 尼克从身后堵住出口，母女俩被关进了小黑屋。克里斯也在这里。凯西和尼克赶往银行，用伪装过的手指解开指纹锁，打开保险箱后，两人却傻眼了。里面只有一封旧情书。原来克里斯夫妇闹离婚，杰米偷偷拿走了债券，气急败坏的他们急忙驱车赶回豪宅。尼克更是交给凯西一把 biu biu， 两人分头行动。此时杰米母女藏在柜子里，而克里斯偷袭了尼克，但他身受重伤，根本打不过对方，被狠狠揍了一顿。凯西用枪指着克里斯，让他交代债券的下落。 I said shoot him! Shoot that motherfucker! You pussy! Shoot him! 克里斯拿起镰刀，趁着凯西恍惚之际，砍在了他的肩上，随后捡起手机就跑。等到凯西缓过神，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又不是第一次玩了。克里斯立即发出求救短信，随后与凯西扭打起来。若不是妻子赶来协助，他早就挂了。奈何凯西战力太高，夫妻二人合力也不是对手。就在他结束这场游戏时，一声枪响，结束了凯西罪恶的一生。是女儿小薇完成了最后的反杀。一家三口终于虎口逃生，外面也响起了警笛声。电影到此结束。